探访100位同志的家，看见100种爱的模样。今天我们就去探访一位83年的 gay， 他在广州的家。走，跟我一起去看看。鞋太多了，这全是我的鞋。你们穿这两双鞋吧。我的猫，你的猫可以是放在外面吗？猫不会，它就在这里啊。这个客厅就是它的，对，就是客厅就给它占了。是，对。哇，它也很肥，很这个肥。你为什么长那么壮硕？龙泰那个1823搬过来，我就一直住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我已经住4年，就这个样子。反正我从来，对啊，洗手间跟跟这个厨房。是的。我估计你也很少做饭吧？偶尔会加热一些东西。对。这边是一个小阳台。对，一个大阳台。对。床呢，在这边。对，这边是卧室。我早上我就对，是早上我就随便给弄了一下。对。他前几个星期不知道在哪里把这个地方给关了好深的一个口子，还种了花。最近开的真好。对，我这个还是我男朋友远程给我买的。哦。对，他知道我喜欢一些花草嘛。我昨天还拍照给他看呢。很多都是我去其他地方旅行，然后在当地买的，就会买一个，包括有些也是我男朋友就是帮我带回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他去尼泊尔给我带的。这其实这是跟我那个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打印的。老家是湖北孝感一个小农村，从小的环境就是我们那个农村靠着长江的一个支流，小时候就一直就感觉自己怪怪的，特别喜欢看村里的那些比较劲壮的一些男人，包括那个夏天去河里游泳的时候，我注意力就都在那些男性的身上，但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没有任何认知，所以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同性恋这个概念，大学的时候才慢慢的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。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开始伪装，上班的时候会跟同事去说我有一个女朋友，从网上去找一些照片，包括她的一些家庭的一些背景信息都是有编造的。有时公司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部门聚会，说那你要带女朋友过来，这个时候他就经常就出差，或者说正好不在广州，就这么巧。当时手上有存一张照片，找一个相对相貌比较普通的，这样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我出国是2014年刚到县委会工作，不到2个月1个多月，我爸就来广州。因为我之前是跟我爸有做一个承诺的，我说我等我到30岁我就一定给你个交代，但这个时间就一直拖到31岁，他觉得等不及，就专门来广州要我给他一个答案。我明白他过来待了10多天，在我这边待了2、3天，去我弟弟那边待了5、6天。最后走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不结婚，也不想跟女孩相亲，是因为我喜欢男性。我还特意把一本我们认识同志小册子把它塞到他的行李包底下。他走的那天晚上，他跟我睡一张床上，我都一直感觉睡不踏实，晚上偷偷起来把那个小册子塞到他的行李包底下。他沉默，一直没有说什么话，但是回到家之后，我妈马上就打电话跟我哭，说为什么你这个样子啊，你这样是病态的，你现在不要在广州工作了，你赶紧回来打工卖铁，我们也要把你治好。你出国也差不多有10多年了，你父母还有那种愿望要改变你？我感觉他想改变我，这个愿望没有，但是他希望我随便找个女生结婚，应该我爸那边还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可能指令是有点大男子主义，就觉得这个家族你作为一个男性就必须要传宗接代，并且你生的还必须是男孩。你有带过你的伴侣什么见过家人吗？前男友当时和那个伴侣相处5年，大概第4年的时候就把他带回家了。
并且是春节时候带的。当时家里弟弟妹妹还好，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爸在除夕夜喝完酒之后就反应比较激烈，就觉得别的男性过年应该就在他自己家里，你怎么把他带回家，就很生气。当着你的前男朋友的面吗？是当着我前男友的面。妈呀，那他好尴尬。对，在除夕夜，我那个前男友还一直在底下不停的拉着我说：“你少说2句就不要跟他吵什么之类的。”还在串我。他每年大概有6到7个月都会在国外，根据他们的项目确定不同的国家。他在那边工作，他也是会跟国内一样的作息。那我过去，他肯定就必须得请假陪我，并不是有那么多时间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大项目。他们现在大概有6、7个同事在那边，他们租了个公寓，让平时大家一起上班、一起下班、一起做饭。所以像你们这样的异地恋会遇到过哪些挑战吗？肯定会有一些挑战。你看我在国内机会更多，那我肯定避免不了，也有可能就是会有其他人追求我，我也会有心动的一些情况。我是这样觉得的，我跟他有开诚布公的讲这个事情，因为大家都异地，所以其实我俩对双方的限制没有那么多。也讲过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碰到其他更心仪的，那肯定祝福的，不会特别强求说2个人一定要走到什么阶段。他也讲了，他这个工作目前来讲比较安稳，给到他比较足够的一些经济支持，他也没有想要换一份工作来到广州，我也没有想要说换一份工作去到杭州。反正目前来讲，如果暂时没有碰到其他情况，可能就会继续走下去。如果放在10年之前，对这种异地恋，包括现在都已经异国了，其实我很难接受的。但是随着年龄增大，我发现一个人有时你是有很多方法去解决你的一些孤独感，或者说个人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依赖的。我现在是每个周1、3、5都会固定下班之后打羽毛球，2、4就会去健身房。周末一般都是如果不下雨，我自己都会组织跟社群的伙伴去爬山，或者去朋友家去玩桌游。总体来讲，我并没有感觉到孤单，我是觉得我内心还是对蛮充实的。我今天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妈还在跟我讲，她说你这个样子不结婚，一直租这个房子，表示对我很担忧。其实我对于这个家，我没有非常强烈欲望，必须要买一个房子，它就是我的家。对我来讲，就是我自己哪怕租一个房子，有我的猫，其实是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。那有2个人生活，那当然是对更加完美。在他看来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然后还要生儿育女，对他来讲，这个就是他觉得正常的一个生活嘛。像我妈每天都在担忧，你老了怎么办？你生病怎么办？现在把自己的身体弄好，你还担心后面去干嘛？所以你会要小孩吗？你跟你的男朋友有没有讨论过这个？讨论过，不会要。对，那他那边，他其实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不想要的啊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还没有出柜，因为他爸妈是已经离婚了，他爸爸基本上对他没有什么要求，也从来不会催他去结婚，但他妈妈那边偶尔会就是去担忧说啊，那你现在不结婚没有小孩，老人怎么办？所以他说，如果妈妈时间逼太紧了，他有可能会考虑说给他抱一个小孩回去。但是我问他呢，我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是不是真的想要小孩呢？他说是不想要的。你都已经出柜很多年了，你会跟他讨论出柜这个事儿吗？他怎么去看这个事儿？我觉得对于我来讲，就是他从来不会避讳说可不可以出现在我的朋友圈，然后跟我一起拍照片、拍视频，他都是不避讳的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已经就是很足够了。包括我们一起外面旅行，一起在大街上亲昵的动作、牵手什么之类的，他从来没有表示抗拒啊，有时甚至会主动。这个会有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村，整个村就开始是信仰天主教的，后面村里还修了那个教堂。小时候我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，小学3年级之后开始搬回去跟父母住。
然后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每个礼拜我爷爷都会拿着我去教堂做礼拜，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大概20-30个老人都在教堂里面一起去读那个圣经，然后我很多时候就睡着了，等到他要走呢，他就把我摇醒，就拖着我回家。你没有信吗？感觉我没有特别信仰这一个天主教，但是他还是对我有蛮深的一些印象的。这个天主教就他们教众非常的信任这个宗教的，到呢圣诞节大家要募砖，然后就会有一个网兜从前面传到后面，就每个人都会主动去把自己的一些钱就是捐给这个教会。对，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。小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进入唱诗班，然后当时我没有进入，我就特别羡慕我的隔壁桌那个女同学，她能够进入到唱诗班。像我的爸妈，他肯定希望就是我按照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去生活，他也希望我能够什么都听他的，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其实我目前的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不会太多去干涉父母他们的想法，但是你不要干涉我的任何事情。我还是蛮庆幸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，虽然说我爸妈也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至少从小就是我爸妈他是给到我足够爱，让我有爱的能力，包括我在亲密关系的相处里面，爸妈他也给到我很多影响，包括我在服务这个社群，我会发现很多伙伴他是缺乏一个爱的能力的，甚至进入到亲密关系之后，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一个人的爱，所以这一点是我感悟很深刻的。有一个虽然说不是很完美，但父母很爱你的一个原生家庭，确实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我一直做的是跟社群的爸妈的一些工作嘛，所以他们就逼着我不停的去思考养老。经过一些思考之后，我是有我自己坚定的一个想法的，就是养老一定不是等到你到了不动的时候，生重病的时候才开始养。所以我从这些年就开始去规划，第一个我得把自己身体把它养好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坚持去运动，坚持去健身，包括爬山，我都从现在把我身体搞好。虽然说我没有太多钱，但是至少身体这部分我是自己能够去把它把控，其他的我控制不了的，我没有办法去获得更多的财富，这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，这是我的一些感悟。还有一个心理要健康，这个很重要。在很多父母去提到养老的时候，讲的往往是你的身体健康，但他们往往忽视心理健康，但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关注阿强同志，带你探访100位同志的家，看见100种爱的模样。